但是上天对我们关上了一个门，他会打开一扇窗。回去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 Moose， 是不是？我们要不是去了那个 Mead Cove 逛了一圈，我们那天是碰不到 Moose 的，对吧？对，好，接下来就是最难忘的人事物。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is my birthday. It was very nice. I got to taste the nice food and beautiful cake that was lik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A little small thing, but it's okay. But I get to smell the fresh ocean air. Yeah. The fresh ocean air. 哦，在 Sandbar OK， 其实这个 Sandbar experience 也很好啊， Yeah. 是不是？ Yeah, it was really good. Like nachos. 很好吃东西，对不对？好多好多 seafood 然后我们吃完还去看人家跳水，还去看人家钓鱼。Oh yeah, I forgot to mention， 我那个跳水的经历也挺好玩的，是吧 So salty, right? Very salty， 但是跳水是挺好的，我还带了几个其他几个小朋友，我们家几个小朋友都不想跟我跳，然后我只能去带别人家小朋友一起跳了，就我一个人跳了这个其实是我一个 unforgettable things, right? Yeah，好。 Okay, My favorite is Eye of Needle Trail. okay. Yeah, we discussed that already. Okay. The best. Yeah. No questions asked. It's amazing. Right? Okay, even if I don't like Eye of the Needle Trail, I cannot forget that I survived and made it out, and then did not survived. die Yeah. and didn't just go to sleep inside and then get eaten by bears. Yep. In a few years, you tell people, "Hey guys, I survived Eye of Needle.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Not the best.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rail that I've ever been to, and I made it in and out Without One getting piece, eaten right? alive. Yep. Yeah. Without And- spending multiple nights inside. Oh my Right. god. Right.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add as unforgettable things? There is also one more thing. Because we ate lots of seafood, it was delicious. 那个 snow crab 那个吃了好几顿是不是？ Oh my god. And the lobster at Ocean Surf. And the mussels, scallops, clams, razor clams, all of them. I wonder who cooked them for you. Yeah, I'm wondering. Totally And not also this squid. fantastic daddy over there. What do you call me? Fantastic chef. Yeah. Okay, so compare me to Chef Ramsay. Who is the best? Yay! Okay. Chef Daddy. Yes. Chef Chen. Mommy's too. 好，我说啊，我在这个旅行中最难忘的其实是一个人。那这个其实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出去旅行，其实我是带够了基本上我能想到所有的备用药，可是我忘记带了一个药，就是我的湿疹药膏。我湿疹还是那种普通 pharmacy 买的药膏是没有用的，我必须要是处方药的湿疹药膏。然后那次呢，为什么会突然在夏天发湿疹？我夏天因为基本上不发湿疹，就是因为我前一天我们去鸟岛走了8公里的 trail， 然后那天超级热，然后汗很多，然后一直流到脖子这里。然后第二天又去 Forerunner 那个又走了6点多公里，然后又是大汗淋漓。然后2天下来之后，我这个脖子这里就开始发湿疹。非常严重，然后就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直都没有好起来。后来就是说，爸爸就说我们后面一天要离开那个 Carlton Summer， 然后去 Shediac 的路上，去那个 New Brunswick 了。那我说刚好我看了一下，有路过一个比较大的小镇，路过一个 Shoppers， 然后我们就想说进去问问看药剂师有什么办法嘛，然后就碰到那个药剂师姐姐。非常非常非常 nice， 我把我的健康卡给了他之后，他把健康卡号码抄下来，然后他问我平时用的药有没有记得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记得了，然后他就问我，那你以前配药的那个药房你有没有电话？然后他后来就是我给了他电话，他打电话去了我配药的药房，然后
因为我这个还有 refill 嘛，那个药膏，然后他去问了那边的药房，要到了药单，然后再发传真过来，然后他帮我开了这个对，把药这个他没有同样的东西，因为药房的大家药房的存货呀不一的一样嘛，所以他配了一个，他说我不能给你一个相同的，但是我给你配了一个差不多的。就是说我明白你的点，就是说这个人，我现在记起来他的名字叫 Shelly， OK， 胖胖的，高高的那个pharmacist，然后他其实就是说他做了一个 pharmacist above and beyond， 其实他可以直接跟你说啊，你有处方吗？你说我没有，那他其实就是说啊，没有吗？那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他可以拒绝你，但是他做了 above and beyond，就是说他帮你联系了你的药房，然后要给你去询问你的处方，然后再去给你配一个差不多东西的药，对吧？是。而且那个药真的非常管用，我涂了大概2天之后就好了。是，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抱了特别大的希望，说一定能配到药，是不是啊？然后谁知道就是碰到一个那么热心的配药员，药剂师，对，药剂师非常非常 nice。那这里我也就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出去旅行，尤其是长途旅行，要一定要带够，因为你不能预判它会发生什么。那我因为发湿疹，基本上是在春天和秋天2个季节，我夏天冬天基本不发。那谁知道这次就是因为流汗过多或者疲劳了或者怎么样子，突然就爆发湿疹了。所以这个关注到自己所有人的健康，所以你出门一定要带够自己的药。找药房其实是不难的，难的是能够遇到这样子那么热心又那么尽职尽责的一个药剂师，是不是？所以他是你比较难忘的一个人。是，对，就是我也可以就是说加一点，就是说我比较难忘的一个人，就是我们trailer换轮胎的时候，那个修车铺那个修车铺其实就在 Shoppers 旁边不远。对，那2件事其实发生在同一天。他先去配药，然后我们再去换了那个轮胎 swap， 就左边碰到右边，右边碰到左边。我们一开始打算的就是100块以内我都去弄了，因为我们是没有预约，从来没有去在这个地方换过，就是一个 walk-in 的 client， 就是说就准备好被人家上海话叫把你个再倒，是吧？那100块以内我也干了，谁知道账单一打出来，17块多，我想，哎呀，这比我自己干都便宜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难忘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 New Brunswick 104国道上开，然后我们的 Fender 螺丝掉了，然后我开下高速，然后去修车铺，老板也挺好的，给我了2个螺丝，给他紧上了，也没有问我收钱，但我最后就是给了2罐成人饮料给他，然后感谢一下嘛，因为毕竟人家给我了2颗螺丝，然后还给了我一块空地，让我去干接下来的那个轮胎上面grease cap 那个活，是吧？老板叫什么名字？老板叫 Buck 呀。所以小地方的人民风都是还挺淳朴的。包括我们干包玻璃那天，有个哥们儿也是看我们迷路了，想指点我们入口在哪里，是不是啊？他其实是自己可以开过去，然后不用管我们的看，但是停下来跟我们说了几句，然后指点了我们一下，然后我们知道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在玻璃干爆那一天，我们住的是 Eagle Falls 这个营地，然后老板也是从安省过来的，然后我告诉他我玻璃爆了，本意是想问他哪里有修玻璃的，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说我刚才错过了路口，然后要做个 U-turn， 然后不小心把玻璃给干爆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牌子路边的牌子放的有点小，然后没看清楚，说在前面200米还是多少米，然后就爆了。然后老板其实人很好，他说他挺不好意思的，说一会儿我让我老婆把那个营地的费用退给你们。后来就营地费用真的退给我们了。其实这个事情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也借了我们 tape 对吗？对，他还给了我们一卷那个 tape。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Shaky Shaky 就 Point Cross 那个营地 host owner 就非常非常就是 personality 上面，我跟之前视频里也说了，跟他聊天是非常舒适，非常愉快，他这个人很幽默，然后非常热情，他对生活的热爱就是能感觉他从他的语言里面就是能够透露出来。我说从他对营地的打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比如说他把旁边每一个营地旁边都用那个太阳能灯全部围了一圈，对，是不是？就是从他的对营地的那些
管理上面，你就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就比较用心的一个。呀，是。好，下一个就是最遗憾的事情，在我们这一路上面。那对于我来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在 Shake Shake 那个 Point Cross Cross 天气不够好。我告诉大家，我们甚至于带了一块超大的太阳能板，200瓦的。目的就是去那个点儿，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没有电的，就是想着去那边用的，然后我们也没用上，因为抵达的时候阴天，晚上下雨，然后第二天又是阴天，还下大雨 ，shake shake shake， 所有想要 enjoy 在那边看着大海，然后享受这个都没有享受到，这个是我一个遗憾。然后还有一个遗憾，对于我来说，是我们在 PEI 没有多住一晚。多住一晚的话，我们像一晚可能还不够。像就是 Daddy 一开始做功课里面还有我们想要去那个 Potato Museum， 在西北角的一个呀，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去。然后甚至于我看过网上人家有环岛一圈游的。其实我想了，其实就是环岛车开一圈，可以到最东点和最西点有2个灯塔，都是比较值得去看一看的。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去。对，东北端最东边的那个灯塔，我本来想去，但是没有时间，是吧？还有我一个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 Halifax downtown 没有去。Halifax 其实算是加拿大东部地区最大的城市了吧？差不多。对，在10多年前我们去过它的 downtown， 所以我对他们的 downtown 印象一直都很好。就是说它靠着海，可以你那个沿着海边，然后你可以走走看看，甚至于你坐下来，人家喝点小酒啊，或者像我们家庭模式的话，就是吃个冰激凌啊，或者玩一玩啊，都是很好。只是我们 Harbourfront 还是挺好的。只是我们那天因为在 Peggy's Cove 玩的比较久了，那天也比较晚了，后来大家比较累了，就 Halifax downtown 就没有去。OK， 这个是我的一个遗憾。OK， 丁丁一个吧。Okay, so this is not really my fault, but Donna forgot to bring the binoculars. So 我们就没有看到好的可以看到的东西，像我们去鸟岛本来可以带着这个 binocular 在那个船上看那些鸟，就是 zoom in 看他们坐在那个 edge 上。可以用望远镜看，是不是？ Yeah, exactly. 出行之前想得好好的啊，我要戴望远镜，我要去看那些鸟啊。然后他后来说他那个望远镜就扔在床上。Yeah， 我们还以为忘记掉带了 under my bed. Exactly， 我们还以为就是忘记掉在台子上或者什么，他根本都没有拿出来过。So No, I did, and then my backpack fell over and it 我 was on 还 the 特意 ground. 提醒他要记得带好，然后他居然也没带。Kids cannot be trusted 我个人比较遗憾的是，那天其实地方我是去了，但是没有好好的看，就是 Mead Cove。Mead Cove 就是大的雨。我在开的时候，他们都在车里面睡觉。I was alive. I was alive. 那个上坡很 bumpy， 对，就是有一段搓衣板路。I fell asleep the whole time. 然后我们开过去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然后到 Mead Cove 的时候 ，Mead Cove 是在 Cabot Trail 最北边的一个基地的 Cabot Trail 的最北端。我做功课的时候看到了那边风景非常好，然后我就想去打个卡，然后飞一下飞机，然后看一下这个风景。然后去了那边以后，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我没有死心，我想会不会雨小了就或者停了，然后上去了。前面有2辆皮卡跟我们同路的，然后一边开，越开心越凉，越开心越凉，因为雨越下越大，然后风也越来越大了。然后开到不光有搓衣板路，然后因为它是依着山涧的，然后它的水就像瀑布一样倾倒到马路上面，然后我们就趟着水开。最后那一段路大概有3-5公里路，然后反正一边搓衣板一边趟着水开，然后到了那边什么都看不了，就看到有一个安省牌的哥们儿去用 tent camping 的时候，就在那个悬崖上面，然后风呼呼的刮着，他用一辆车子挡着，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过那一夜，因为我们在trailer里面晃了一晚。本来那边还有一个 food truck， 有一个 lobster roll， 我们想去吃一下，其实是我想去吃一下，他们不知道。
因为功课是我做的，然后也没吃上，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到了那边，然后打了个圈我就走了，这个是挺遗憾的一个事情，但是上天对我们关上了一个门，他会打开一扇窗。回去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 Moose， 呀，是不是？我们要不是去了那个 Mid Cove 逛了一圈，我们那天是碰不到 Moose 的，对吧？对对，还有就是 Cabot Trail， 它其实是一个圈嘛，一个 loop， 其实它也是个半岛。对，遗憾的是我们东岸没有去，我们也就在那边过了2晚，所以没有时间去那边。所以下一次去的话，还是要去开一圈，对吧？我们上一次10年前去是开了一圈，对，所以我们上一次逛了一圈之后，是下一个落脚点就是在 Sydney， 对，然后再去了 Halifax， 是，对。那我们这次就是等于又原路倒回去，横穿过去了 Halifax， 是没有走东岸那一边。是，还有一个我自己感觉比较遗憾的是，在 Fundy National Park 和 Fundy Trail 这条路上有好多很好玩的 trail 我们没有走，因为也是时间不够。总体来说，其实最大的遗憾就是说，我们这个行程应该把它做成30天，而不是20天。再拉长一点会更完美。对，再多几天会更完美一点。PEI 加2天，然后 Cabot Trail 那边再加2天。Carlton Summer 在住 Carlton Summer 也加2天， Yeah 是不是？其实 Gaspé 我们也可以加1天。Forest Lawn 里面其实还有地方，啊 Forest Lawn 这个公园，那个国家公园也是对超级大的，好大的那个，但是我们就是去了那个小瀑布，还去了另外一扇门进去，然后那个石头滩，我们在那边扔石头，哦呀，是不是？呀，就是我们那天已经走了很多很累，然后还要走很多楼梯下去的嘛。呀，其实那个公园很大。其实我想过的去 National Park 里面订个营地，但是订不到。当然嘛，这个我的老话就是有遗憾，那就留待以后我们再去补。说到遗憾，我要想起来一件事情。什么？东东，你知道妈妈有一个什么遗憾吗？ What? 那个 PEI 大桥下面，你没有跟妈妈拍照。所有的小朋友都跟妈妈拍照了，你没有跟妈妈拍照。哥们去旁边不知道去是干嘛了，游离在我们大部队之外是吗？说起来，这个算是我最大的遗憾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们在那个 PEI 大桥下面10几年前，我们跟丁丁拍照。Right， 然后这一次就想我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小朋友拍照，我跟当当拍了，跟丁丁拍了 ，Daddy 跟3个小朋友都拍了。那天晚上一翻手机相册，发现我没有跟东东拍，so sad。好吧，怎么样呢？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就是说有遗憾，只能下次再补。只是照片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补，因为过了这一年以后。就不是那一年的小朋友了，尤其你们现在正在每一年都在长大，爸爸妈妈每一年在变老中。Right? Go back right now. Okay. I agree. All right, go. Let's go. Let's pack up. Go. All right, guys, let's go cleansing. Let's go Pack up our guys. bags. 好了，下一个就是，那我们既然这次是房车出行，那我们也得说一下这个路上关于我们房车的一些问题。我总结了一下，我们房车一共出现了5次问题。5次那么多 Yes， 那么多，哪5次？第一次轮胎磨损了 OK， 然后造成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是满载出行，尤其我们整个房车的右侧又是冰箱又是炉头，还有一个 pantry， 非常非常重，是不是？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一边的轮胎就磨损的特别厉害。当然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把2个轮胎换了一下，花了17块钱，这个之前已经说过了。小镇的人真的非常非常朴实啊。然后第2个问题是我们的热水箱坏了，造成它的原因就是 shake 那天大风，然后我们没有电，所以电加热的热水器不能用，所以我切换成了液化气加热。然后那天风大，然后它的热水器的风口又是对着那个迎风面，所以风一吹把这个火焰吹得到处都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thermal fuse 热熔保险丝给烧化了。
当时我们第二天是打算去 Lunenburg， 在路上我们还在考虑说啊，要不要拖去这边哪个 dealer 让他们看一看或者怎么样子。当然后来我们爸爸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里，那我还要再表扬一下我买房车那个 dealer 的 service manager， 我打了个电话给他，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嘛，是不是啊？聊了几句，我说这是我的热水箱的症状，现在什么都不工作了。然后他第一反应就是一个 thermal fuse， 他跟我说十有八九肯定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建议我了，就是说买一个新的换上去就好了。那事实也就是像他说的，是一个 thermal fuse 坏掉。我们当时没有机会去买这些东西，就直接把它拆掉。对，是这个，我是后来 YouTube 上面学习了，人家就是临时的修复怎么样，就是 bypass 一下，它是一个 safety 安全装置嘛，类似于电的保保险丝，对，就是防止。止你过热保护，或者是火焰没有控制好，就是烧出来了，然后它就这样子烧掉了以后，就把你的气啊电全部切断，它就热水炉就用不了了。当然最后还是完美解决了，我们还是挨到了家里，然后 order 了新的换上去了。也没有给低了赚到钱。虽然他没赚到钱，但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希望买缺了的，我会介绍去他们那边。OK， 然后第三个我们碰到的问题，其实在第三、第四个是同一天发生的，也就是我们去 New Brunswick 的路上，就是那个轮胎罩子的那个板翻过来了，叶子板，是因为可能螺丝路上104公路上面风特别大，然后它这个螺丝掉了之后，这个板直接就翻折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再飞掉第二个螺丝的话，这整个板可能就会一起去了，这是特别危险的情况。当然，我们最后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那个打两个新的螺丝上去。对，那个老板给了我们2个螺丝，然后把它换上去就 OK 了。然后一开始我们下高速的目的就是去搞这个板，只是我们下来之后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个 grease cap 掉了。东西掉下来了，那就是说它为什么会掉下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它可能就是一路颠簸，然后路程长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最后解决的方法，老板没时间给我们做，那我们就自己做，爸爸自己做，卸了轮胎，然后把它那个东西用锤子把它锤回去，然后再把它装回去，然后花了1个多小时。我当时一直在安慰孩子们，我说虽然挺浪费时间的，但是我们出来玩安全还是第一，对不对？然后让爸爸慢慢的细心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然后我们安全第一，然后再抵达那个新的地方。这个东西冥冥之中上天注定了，就是那个叶子板，我在后视镜里已经其实发现时间挺久了。我在纠结是要半路停下来去修呢，还是到了营地再弄。那我后来看到就是它因为迎着风螺丝掉了翻过来了以后，哗啦啦哗啦一直在晃。那我想还是找个地方先看一下吧。下来以后就先看了这个东西。自从房车旅行以后，我就有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停车我都会绕车走一圈去看看轮胎，特别是轮胎这个问题。然后就看见了这个 grease cap 这个问题，所以说上天冥冥之中给我看到了一个小问题，然后让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然后解决了一个行车隐患吧，是不是？好，然后第5点，房车出行出的问题啊，就是碎玻璃，也是在头一天。OK，那造成原因就是转弯转得太急了，然后造成原因就是我。我说一下，人祸。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熬回家。解决的方法是用 duct tape 把它贴起来，是，然后再熬回家，然后再熬回家。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想换的，但是那边这个小镇他要换的话要好几天，然后去蒙特利尔又要搞很久啊，那算了，反正就贴上吧，贴上就这样。关键我们在蒙特利尔活动安排的多，你没有时间去搞这个了。也没有时间，是。最后我作为房车出行的主要的驾驶员和修理员和厨师来说，就是房车出行的话，备用的工具一定要带好，就是千斤顶啊，锤子啊，螺丝刀啊，这些备用的螺丝，保险丝这些，这次的话就是我把 thermal fuse 加到这个 list 里面去了，这样子，可以沿途就可以修修弄弄，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其他就是安全出行吧，是
开房车毕竟拖了那么大一个东西，所以跟车要远一点。然后沿着右线慢慢挪就好了。呀，碰到大风就更加速度要慢一点。对，大风的天气，而且及时查看车况，因为我们在104国道的时候看到那辆车，它的右边的避震可能已经坏掉了，所以车子是往右边倾斜的。然后我看了他一路，我就想这哥们儿怎么会能有这个心情把车继续开下去呢？好在他后来下了高速了，我不知道他是修了还是怎么样去查看车况了。反正我是挺替他担心的。我们当时其实本来是想赶上去跟他提醒一下，只是他实在开得太快了，然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结果他后来自己下高速了，那我们也就不去了，对不对？是。好，那这个点也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后面一个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要给大家颁奖了。第一个奖，最佳司机奖，这个不用说了，干了7000公里。我们家领导这个方向盘一下都不肯碰哦。我只会开车，我不会拉房车。The best chef. 啊，最佳厨师奖。好，然后还有一个不大好意思，最佳领航员奖。好，我说一下，中间有几次小孩因为在车上玩游戏玩的太多了，然后就被我骂了。然后我告诉他们，你不要看妈妈在车上也经常握着手机，但是妈妈因为要给爸爸分担很多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啦，那我要去找我们哪个高速口下去，我们找地方吃东西。他们想要吃 Popeyes， 你们记得我们要吃 Popeyes 吗？然后想要吃炸鸡，然后有的时候 Daddy 说要加油了，那我要找便宜的油站，是不是？包括我们几次要下去修车，我要找修车铺，包括我们半路上要买海鲜，这个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拖着房车，不是单车出行。如果单车出行，找任何地方都很简单，但是我们是拖着房车，我一定要找一个它的停车场比较大，然后适合我们可以停下来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告诉他们，你们在车上就是玩手机，但是妈妈虽然手机一直握在手上，但是我都是在干正经事。我最高纪录有一天Google Map 用了7个多小时。Such a crazy. 这我给大家找吃的，给大家找买海鲜的，给大家找加油的，给大家找修车的。 Google Maps is Yeah. higher, Mama. 呀 ，OK， 7 hours a day. Google Map 广告费打给他。其实主要是我们路上其实加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家领导又是那种特别精打细算的，然后还要计算我油箱里面的油量够不够挨到那里，所以他要，比如说我油箱里还有2格油能开150公里，那他要找150公里里面最便宜的油站在哪里，然后还要不能绕路，最好是顺着就过去，然后最好还是大油站这样子，所以几个点一放上去的那就 OK， 要花好多心思去找，是不是啊？下一个奖项就是最坚持到底奖。为什么颁给他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最不爱走 trail 的就是这个小朋友，但是他能把 Eye of Needle 也坚持下来，算是不容易的。发表一下获奖感言。I'm very good because I ate lots of Daddy's food. Oh my gosh. And so I pushed to the end and then completed the trail. 每一次他要走不动了，他爸爸都是鼓励他。我吃今朝帮侬烧 steak， 是不是啊 And also sometimes Daddy would say, "We're almost there," when there's still like 10. Yeah, I was about to say， 我把中国一句古成语叫望梅止渴给用到了淋漓尽致。你看他们说。然后他问起来 ，Daddy, are we there yet？ 然后我说 ，We're almost there. 5 more minutes. Yeah, 5 more minutes. Still like 2 hours left. About 5 more minutes. We're almost there. 所以我是一个特别会做
心理抚慰的一个人。但是你这个就是叫那个什么狼来了故事，以后人家就不信你了呀。Yeah, 就故意问 Oreo was it? Yeah, yeah. 所以我后面改变策略了，就说哦，今天晚上我们回去要吃 steak。啊，还有在鸟岛那次，我还说我回去吃那个烤羊肉串，对吧哦，？是不是？好，下一个奖项最幸运奖。哦，我说这个幸运奖是东东小朋友。哇！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整个旅行中过了一次自己的生日。哇哦，lucky boy。上午是在 Quebec。 Quebec. Quebec， yeah. 下午就到了 New Brunswick New Brunswick。 So I woke up in Quebec and slept at New Brunswick. Yup. Yeah. And also, I was lucky that, before the trail, I had explosive diarrhea. And then suddenly, the first ride, I felt better. So I was grateful for that. 这小子出发之前突然拉肚子，然后去家庭医生那边做了个测试，然后说哦是肠胃炎。是菌类的那种，就是需要吃。医生说如果处方药的继续拉的话还要去开药，然后后来好在好了，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还是比较 tough 的，是吧？tough。好，下一个奖项就是最佳小帮手奖，是丁丁。 He's the mini helper. Big boss. 丁丁呢，他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面就是帮爸爸妈妈做一些事情。我记得在 Carlton Summer 我们是第一次出行洗衣服，然后我一个人去洗衣服，爸爸因为去外面飞飞机了，然后丁丁过来陪我，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没有那么给你无聊，带吃的是不是啊？还给我带吃的、带饮料、带这个那个，right？怕妈妈被是吧拐走了是吗？然后对下面嘛，就是要陪着弟弟妹妹玩呐、陪着他们干嘛呀？管着他们啊，管着他们呀，是不是？哎，侬有啥要讲啊？ Thanks, guys. It's because I'm so amazing, right? 自恋了，你看 Girl. Oh, so helpful. 好，到最后了啊 ，OK， 我们现在每个人给这次旅行打个分，10分是满分， 10 out of 10. 10 out of 10 would do 10, again. 10. Amazing. Yes. 10 out of 10, I'll do again. Amazing. OK，Steady，啊，我可能就7.5吧。为什么 Wow, 那么低 That's like a 0. ？Why？ 7.5啊，因为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啊。不，我们也做了好多事情啊。对啊对，那但是你个包单计划里的东西不是我们90%都玩到了吗？那也不至于7.5分那么7.5那么弱。 7.5分在我心里已经很高了，好不好 No。 ？Yes, yes. That it should be 7.5 like almost 8.5 all the way to 10. No. Yeah, Daddy, why can't you take a 75 for my test? 那这样子，我们等到夏天再出发玩一次，把爸爸的7.5分变成10分。 Yes. OK， 我打分。 But that's gonna be hard because there's gonna be a lot of trails then. OK， 我打分就是9.5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但是瑕不掩瑜。就是说99%、95%以上都是完美的。那有一点点小遗憾，就是但是我对于遗憾的很能自洽的，就是说旅行中有遗憾，我们就下次再去把这个遗憾给补上。 Yes. 那就不是遗憾，那给我们多一个借口，我们可以再去玩一次啊 Yeah. 对不对？OK， 好。然后我要问几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出去玩长途这种去15天、20天， Yes. 甚至于30如果爸爸 days. 安排到30天，我们不一定是往东岸去，如果往西岸去，你们去不去？ Yeah! Because there's gonna be Yukon. more food that I can try. Oh my god. Oh my god. Go to Yukon and come back. Guys, go through He doesn't know his map. Manitoba, Saskatchewan, then Alberta, then British Columbia, then Yukon, and all the way back. 哦，他弟弟 So 还学的有点 So 用的。 we're going to Arctic Circle, right? Yeah. 北极 Aqualuit. 圈。啊，那 Daddy，什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个长途？当然有机会了，是吧？继续往东说到往东，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遗憾，Newfoundland 没去，Newfoundland Labrador 没去，但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再往东去的时候把它补起来。因为在河的对岸，你要去玩的话，再加1个星期可能都不够，所以我是打算把它分另外一个旅程，就是说去玩这边，开过去玩。对，当然能开过。但是 Newfoundland 好像也有 ferry 可以坐，可以坐的直接坐到就是 Nova Scotia。那你就是说，你先去 Newfoundland 玩好一圈，然后在下面去 Gaspé Peninsula， 然后去 Carlton Summer 再住一个，是不是啊？是不是就完美了？ OK， Yeah, right. 好 OK， 然后那我们今天的总结大会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游记，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评论里面交流。好，拜拜。Bye. I'm hungry. I'm